这是国军抗战初期规模最大的战役，这也是国军打得最惨烈的战役。75个师、9个旅、70余万人，许多刚上阵的满编部队在数小时内就近乎打光。每天从战场抬下来的尸体至少在3000具以上。战争结束时，25万将士马革裹尸，10几名将军血洒吴淞江。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奇异先生频道。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抗战史上一场绝对被低估的战役，被称为血肉磨坊的淞沪会战。我将带大家全面回顾这场残酷而又悲壮的战事，看看各路军阀为何摒弃前嫌，纷纷驰援上海。国军百万男儿又是如何悍不畏死，粉碎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准备好了吗？各位，今日请与我共赴国难。1937年7月7日，北平卢沟桥畔的枪声打破了华北的宁静。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发动攻击，平津很快陷落，华北全面告急。在日军大本营的作战案头，一张野心勃勃的战略蓝图早已绘制完毕。利用华北平原广袤平坦的地形，发挥日军坦克大兵团、重炮集群与骑兵部队的绝对优势，沿平汉铁路与津浦铁路一路狂飙推进，3个月灭亡中国。在日军的计算中，只要兵锋直指武汉，将中国的南北交通线一斩为2，就能彻底切断中国东南沿海与广大内陆大后方的联系。一旦四川与云南被孤立，国民政府将失去所有回旋余地，被迫在3个月内签订城下之盟。面对华北平原上日军机械化军团的长驱直入，中国最高统帅部与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将军、第9集团军司令张治中等人进行了深夜的密商，华北平原无险可守。与日军在平原上硬碰硬，无异于飞蛾扑火。更致命的是，如果按照日军的节奏在北方被动挨打，中国将毫无悬念地走向亡国。于是，法肯豪森与张治中将军等人立马向蒋介石提出了一套由东向西逆转方案。他们认为，绝不能在华北平原上与日军的装甲部队硬碰硬，必须主动在上海开辟第2战场。淞是指穿行在上海市区内的吴淞江。上海及江南地区港由于纵横、稻田连绵，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能够直接废掉日军坦克车的机动性与重炮车队的速度，将一场现代化的机械化纵深突击战强行拖入步兵巷战与壕沟拉锯战。上海还是英美法等列强利益核心交织的国际大都市，在此处引爆旷世决战，不仅能将日军的主攻轴线从由北向南强行扭转为由东向西，争取到掩护沿海工厂向西南大后方转移的时间，还能最大程度地震撼国际社会，争取盟国的介入与援华。然而，要在上海开战，国军首先面临着一道死局。1932年的128事变后，在欧洲各国的调停与介入下，中日双方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其规定中国军队被严令禁止在上海市区以及闸北、虹口、杨树浦等核心地带安放任何正规驻军，只能保留少量装备轻武器的警察与上海市保安队。而日本却借口保护住户侨民，可以在虹口与杨树浦一带合法保留庞大的海军特别陆战队营房，并允许其建立永备防御工事。这意味着上海几乎是一座无防之城。日军海军陆战队在虹口区建立了占地极其庞大的司令部大楼，这座建筑物的外墙全部采用加厚钢筋混凝土，墙体厚度普遍超过1米，足以抵御普通野炮的直接轰击。堡垒地下深埋着防空掩体，楼顶布置了大量高射炮与重机枪，内部储藏了足以支撑数千兵力连续作战数月之久的弹药、粮草与医疗物资。不仅如此，日军还在虹口、杨树浦的日资纺织厂等地秘密构筑了上百个隐蔽的暗堡，这些暗堡相互呼应，形成了交叉重叠的火力网。若不早做筹谋，一旦战端开启，日军随时可以从虹口出击，在几个小时内占领整个上海，进而顺长江直逼首都南京。1937年8月9日下午，这颗埋在上海的引线终于被点燃。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与1等水兵斋藤耀长
驾驶着一辆军用汽车强行冲向上海虹桥军用机场。中国守军保安队迎前阻拦，大山勇附近拔枪率先开火，当场打死一名中国保安队哨兵。中国守军被迫还击，密集的子弹瞬间将大山勇夫及斋藤药厂击毙于车内。事发之后，日本方面大肆炒作，声称中国军队无理杀害帝国军官，并以此为借口，向上海集结包括出云号巡洋舰在内的大量海军舰队与特别陆战队。面对日军的威胁，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将军果断向最高统帅部提交了作战方案。他主张趁日本陆军主力尚来不及从本土大举增援的空窗期，倾全国精锐，以雷霆之势扫荡虹口与杨树浦的日军据点，将其彻底歼灭或逼入黄浦江。8月13日清晨，闸北大雾弥漫，日军海军陆战队一小队冒雾向宝山路八字桥的中国守军阵地发动试探性进攻。第88师264旅旅长黄梅新将军当即下令还击，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标志着淞沪会战正式拉开了序幕。次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郑重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主权，唯有实行自卫，抵抗暴日。既然日本人胆敢亡我，那就打。8月14日当天，台风肆虐东南沿海，暴雨倾盆。日本海军台南航空队与陆乌联合航空队的18架96师陆上轰炸机，从台湾台北松山机场强行起飞，跨越风暴笼罩的台湾海峡，企图一举摧毁杭州协桥机场与广德机场，将幼年的中国空军扼杀在摇篮里。中国空军第4大队队长高志航接到警报后，高呼着带领弟兄们升空击敌。高志航驾驶着霍克3型战斗机冲入云霄，在翻滚的云层与暴雨中，与日军轰炸机展开了惊险的狗斗。高志航凭借高超的飞行技术，死死咬住一架日军重型轰炸机，扣动扳机将其击落，开创了中国空军抗击外侮的首次击落纪录。在这场被后人铭记的空战中，中国空军官兵奋勇杀敌，一举击落日机4架，击伤多架，而自身无一损失。0比4的辉煌战果震惊了中外军界，也让轻视国军的日本军队大受震撼。国民政府随后将8月14日定为中国空军节，这个节日日期一直沿用至今。在此后的上海空战中，高志航、乐以琴、刘翠刚、严海文等传奇飞行员驾驶着性能落后的战机，在上海上空与数倍于己的日军精锐飞行员血战，用年轻的生命在蓝天之上书写了最悲壮的史诗。在惨烈的空战进行的同时，更加残酷的陆战也爆发了。不过，在陆战正式开打前，我有必要带大家看看敌我双方的装备对比。早在会战前，国民政府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指导下，就已制定了宏大的整军计划，预定在1938年前完成80个现代化整理师的改组与装备。然而，直到1937年77事变爆发，由于资金匮乏、时间紧迫以及德国武器到货延迟，该计划仅完成了不到30%。真正具备一定德式装备与战术训练的，仅只有第87师、第88师、第36师以及中央教导总队这些所谓的德械师。在外界看来装备精良，但放在真正的现代化大兵团对决中，其底子依然薄弱的令人心痛。士兵们虽然头戴德制 M1935钢盔，手持中正式或汉阳造步枪，基层连队配备了捷克式轻机枪与马克沁重机枪，但全师最核心的重火力仅是一个配备了12门德制克虏伯75毫米野炮或山炮的炮兵营，他们缺乏大口径重型野炮。反坦克武器仅是少量德制37毫米战防炮，单兵防毒面具与防空器材更是缺口巨大。然而，正是顶着如此巨大的装备差距，中央教导总队仍是在会战中打出了对日1比1的战损比。在日后的战争中，中国军队对日战损比高达5比1甚至8比1。相比之下，日本陆军的常备师团几乎武装到了牙齿。一个日军常备师团不仅拥有上万名训练有素的步兵，更配备了数十门105毫米甚至150毫米口径的重型野炮与加农炮，同时拥有独立的装甲车队与航空兵支援。更可怕的是，停泊在黄浦江与长江口上的日本海军第3舰队出云号等巨型舰炮的一枚重型炮弹，
威力就相当于国军一个炮兵连的齐射。这种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绝壁般的火力鸿沟，预示着接下来国军的每一寸推进和防御，都注定是一场惨烈的血肉消耗。8月14日下午，张之洞下达总攻击令，国军最精锐的德械第87师与第88师向虹口与杨树浦的日军据点发动了猛烈进攻。战士们头戴钢盔，挺着刺刀，冲入10里洋场的街巷之中，与日军展开了残酷的逐街逐屋争夺。然而，日军的防御工事坚固程度远超预想，周围布置的数百个暗堡构成了死角极少的交叉火力网。国军由于缺乏重型攻坚炮，75毫米野炮的炮弹打在加厚钢筋混凝土墙壁上，只能崩落一块皮。战士们不得不抱着集束手榴弹和炸药包，在敌人的重机枪扫射下，用鲜血与生命去充当人肉炸弹。8月14日晚，第88师264旅旅长黄维新将军在指挥部队攻打爱国女子中学日军据点时，不幸被日军重炮弹片击中腹部，壮烈牺牲。黄维新将军成为了淞沪会战中第一位殉国的国军高级将领。为了打破占据僵局，8月17日，宋希濂率领刚刚赶到的德械精锐第36师投入战场。张之洞调整战术，决定采取铁锤突击战术，由第36师担任突击主力，放弃对周边暗堡的逐一清理，直接沿着兆丰路强行穿插，直插日军后方核心枢纽惠山码头，试图将虹口日军切成2段，切断其与黄浦江舰艇的联系。8月21日凌晨，第36师108团在团长刘启雄指挥下，组织了数百人的敢死队，战士们赤裸上身，绑满集束手榴弹，手持大刀，在夜色掩护下，如猛虎下山般冲入日军阵地。敢死队硬生生在日军防线上撕开了一道数里长的血路，一路不可阻挡地冲杀至惠山码头江边。致命的装备差距在此刻暴露无遗。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军海军旗舰出云号巡洋舰以及多艘驱逐舰，调转巨型舰炮向惠山码头倾泻成吨的重型炮弹，爆炸的巨响震耳欲聋，整个码头瞬间化为一片火海。冲到江边的36师官兵，在前有坚固暗堡，后有巨舰炮火的夹击下，整连整营地倒在码头上。黄浦江水被战士们的鲜血染成深红，数百名敢死队官兵几乎全数殉国，攻势被迫终止。8月23日，日本本土的战争机器全面运转。日本天皇任命预备役陆军大将松井石根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率领日本陆军最精锐的第3师团与第11师团等部队，在庞大舰队与数百架战机的强力掩护下，强行在吴淞、川沙口、狮子林、宝山等长江沿岸多点登陆。日军的战略企图已经写在明面上了，那就是从上海北郊登陆，侧翼包抄中国围攻部队的后路，一举歼灭国军主力。面对这千钧一发之危局，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前敌总指挥兼第15集团军总司令，火速调集重兵赶赴宝山、罗店一线，痛击登陆日军。在淞沪北郊有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水陆小镇罗店，罗店是上海北郊之交通枢纽，控鄂嘉定、南翔与宝山之咽喉。若罗店失守，日军即可顺势直插京沪铁路，切断数十万国军主力的退路。陈诚与德国顾问在地图前严厉指出，罗店失则上海全线崩溃，罗店存则大局可稳。8月23日傍晚，日军第11师团先头部队在重炮掩护下攻占了罗店。陈诚闻讯大惊，当即下令陈诚土木系核心精锐第18军下辖的第11师与第98师发动反攻，誓死夺回罗店。一场长达1个月，被称为抗战史上最惨烈的罗店争夺战全面打响。这里的战斗让人仿佛回到一战凡尔登绞肉机。白天，日军依靠绝对优势的海空火力和重炮对罗店镇进行饱和式轰炸，数十门150毫米重炮与飞机炸弹将镇上的房屋、树木砸成粉末，随后在轻型坦克掩护下推进。而中国守军白天在已被炸成焦土的废墟壕沟中死守，抵御日军冲锋。夜幕降临后，利用日军飞机无法夜航的劣势，发起夜袭。战士们挺着刺刀，绑着集束手榴弹，与日军在暗夜中展开最原始的肉搏与白刃战。罗店镇在短短几天内连续易手达10几次，
第11师在前线与日军交火仅半天，整连整营的官兵就在日军炮火下牺牲，阵亡率高达80%以上。新补充上来的士兵甚至连自己的连长、排长都叫不出名字，几小时后就在壕沟里阵亡。第18军军长罗卓英亲自到前线督战，将所有后勤兵、卫生兵全部补上，一线冲锋。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冯玉祥战后含泪回忆：“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援5个小时死了2/3。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融化了。”在罗店东侧孤立于长江口的宝山县城，迎来了会战以来最悲壮的一幕。守卫宝山城的是第98师583团第3营，全营官兵约600人，营长是年仅28岁的广东平远籍中校姚子清。9月1日，日军为了清除罗店侧翼威胁，派出由炮舰、飞机掩护的强力支队，将宝山城3面包围。日军用30多艘舰艇集中轰炸东门，数十架轰炸机轮番投掷重型炸弹，将宝山坚固的城墙炸开数个巨大缺口。姚子清接到失守指令后，复电师部，直觉遵命失守，誓与宝山共存亡。到了9月5日，宝山城内的房屋已被全部炸平，守军弹药消耗殆尽，全营仅剩数十人。9月6日晨，日军战车破门而入，日军步兵涌入城内，姚子清腹部多处负伤，但他依然挺着刺刀，带领残存的10几名战士与日军展开了最后的巷战。姚子清大喊：“弟兄们，杀敌报国的时候到了！”最终被日军重机枪扫射，壮烈牺牲。我们身后就是你的浙江、贵州，你的江西、广东和你们的四川。今天我姚子清就向你各位弟兄们不能理解死。全营600名官兵，除了1名受重伤奉命突围汇报战况的战士、卫兵生外，自营长以下全部壮烈殉国。宝山陷落后，连日军也被姚子清营极其顽强的英雄气概所震撼，指令城内日军将姚子清等官兵遗体妥善掩埋，并列队鸣枪致敬。在宝山沦陷的同时，乐浦与阳兴防线同样沦为了焦土。日军第3师团为了打通前往南翔的通道，集中了上百门野战炮与舰队重炮，对国军第14师、第37师阵地发动昼夜不间断轰炸。乐浦镇外围的碉堡阵地多次被日军坦克突破，国军官兵在没有任何反坦克炮的情况下，抱着炸药包跳入敌战车底部，与敌同归于尽。在近半个月的反登陆拉锯战中，阵地上的土层被炸松了3尺深，草木尽毁。但中国守军硬是以惨烈的伤亡，将日军死死盯在沿海一线，使其每推前1米都要付出成堆的尸体。随着战事白热化，蒋介石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各地方军队火速增援上海，在民族存亡的史观面前，川军、桂军、湘军、粤军、滇军等各地方派系军队彻底放下历史成见，共赴国难。我哋必定，我哋必定，我哋必定。10月中旬，由廖磊上将率领的桂军第21集团军千里开赴上海战场。这支被称为钢军的广西部队，官兵们脚穿草鞋，装备简陋，每人仅有1杆旧步枪与几枚手榴弹。10月20日，日军突破运枣帮防线，严重威胁大厂与南翔。为了遏制日军攻势，第3战区指挥部决定由桂军发动大规模反攻。10月21日深夜，桂军6个师向日军发起大规模夜间冲锋，广西子弟兵赤裸上身，手持大刀冲向敌阵，但他们缺乏现代立体战争的防空与炮火掩护。日军升起观测气球，召唤黄浦江上的舰炮与陆军重炮，向桂军推进路线进行精确覆盖式轰炸，配合地面密集的重机枪交叉网，桂军官兵成群地倒在机枪网下。仅1天之内，桂军4个师长负伤，数十个团长、营长阵亡，2万多广西草鞋子弟兵血染运枣帮。这场极其惨烈的反攻，虽然代价惨重，但桂军以排山倒海般的牺牲，再次顶住了日军的强攻，将战局死死拖在运枣帮一线。10月24日，日军大本营从本土及华北调来的新锐部队陆续赶到，集中了700门大炮与150架轰炸机。
对中国防线的核心枢纽大场镇发动了空前狂暴的饱和猛攻。大场是大场至江湾防线的心脏，一旦大场失守，上海市区的中国守军侧翼将彻底暴露。在大场阵地上，中国守军第13师、第18师等部队与日军展开了白热化的阵地争夺。日军将重炮阵地推至前沿，对国军阵地进行地毯式轰炸，连长打光了排长顶上，排长打光了班长顶上。最后文书，炊事员拿起枪冲上前线。10月26日晚，大场镇沦陷，大场的失守标志着中国军队在上海郊区的防御体系被切断，全线退守苏州河南岸已不可避免。大场失守后，前敌总指挥陈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等人紧急向蒋介石建议。我军主力在上海已坚守2个多月，伤亡极大，应立即将主力全线撤出上海市区，退守预先构筑好的芜湖线与西城线，利用既设阵地进行长期持久消耗战。蒋介石在此刻却陷入了艰难的外交抉择，因为在11月3日，针对中日冲突的9国公约会议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蒋介石极度寄希望于英美法等列强的干涉与经济制裁。他认为，如果在列强开会前全线从上海撤退，他们就会认为中国已经放弃抵抗，干涉将无从谈起。为了这一丝缥缈的外交曙光，蒋介石下达命令，部队暂不撤退，必须在苏州河南岸与上海南市再坚守至少3天。正是这关键的数天延误，加上侧翼防守的严重疏漏，为接下来的全线大溃败埋下了最致命的隐患。10月26日晚，大场失守，数十万国军主力开始向苏州河南岸撤退。为了向布鲁塞尔会议的列强代表展现中国仍在坚持抵抗，第3战区命令第88师留守闸北。第88师师长孙元良考虑到将整个师留在大场废墟只会全军覆没，决定仅留下一支小部队占据一个坚固据点，进行象征性的失守。这个重任落在了第88师524团第1营的身上。指挥这支孤军的是第524团中校团副谢晋元与少校营长杨瑞福。为了守卫阵地，他们选择了4行仓库，一座由4家银行共同出资建造的5层钢筋混凝土高大建筑。这里墙体厚实，且紧邻苏州河，一河之隔就是英美控制的公共租界。为了虚张声势，谢晋元对外界宣称仓库内有800人，这便是震撼中外的800壮士的由来。而实际上，仓库内的真实兵力仅有414人。10月27日黎明，日军占领上海北站后，发现4行仓库竟然高耸着中国军队的旗帜，当即发动猛攻。谢晋元指挥官并将底楼门窗用沙袋和水泥彻底封死，在2楼以上开凿射击孔，布置机枪交叉火力网。由于4行仓库紧邻租界，日军投鼠忌器，不敢使用重型飞机轰炸和重型大炮轰击，害怕炮弹落入租界，引发与英美等国的冲突。10月28日，恼羞成怒的日军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头顶钢板搬运大量烈性炸药，潜入4行仓库底楼墙角，试图破墙。千钧一发之际，年仅21岁的守军战士陈树生全身绑满手榴弹，拉响导火索，从5楼窗口纵身跃下，直接扑入日军敢死队人群中，与10几个日军同归于尽，保住了仓库防线。10月28日深夜，14岁的女童子军杨慧敏冒险穿过无人区，将一面巨大的国旗护送到4行仓库。10月29日拂晓，在4周日军太阳旗的重重包围中，一面国旗在4行仓库顶楼平台猎猎飘扬。4行仓库保卫战变成了一场空前绝后的、有成千上万观众现场目击的生死决战。谢晋元和他的800壮士在孤立无援的废墟中整整坚守了4天4夜，击退日军数十次进攻，击伤击毙日军数百人。11月1日凌晨，孤军奉命撤入英租界，阻击金山卫。11月5日拂晓，上海南侧的杭州湾北岸突现漫天大雾。日本大本营抽调的新编第10军在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率领下，率领第6师团、第18师团、第114师团等约10万重兵，在数百艘战舰与飞机的掩护下，突然在金山卫强行登陆。金山卫防线本是中国军队的侧翼要害，但此前由于上海正面战场兵力极其吃紧，原本驻守杭州湾的防空与海防部队被陆陆续续抽调一空。
经由少量保安团和地方部队守备，日军如入无人之境，迅速击破了微弱的抵抗，切断了护航铁路，直插松江、青浦，向数十万国军的后路包抄过来。这一刀趁虚而入，刺中了中国军队的死穴。为了掩护几十万主力的退路，国军第67军在军长吴克仁率领下奉命死守松江。第67军在松江城与日军第10军主力展开3天3夜的浴血鏖战，成功延缓了日军包抄的速度。军长吴克仁在撤退渡河时不幸中弹牺牲，成为淞沪会战中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然而悲剧的是，由于战区情报错误，吴将军被认为叛变投敌，其领导的67军番号随后被撤销，缩编为108师，拨归中央军王敬久部。直到1982年，中华民国政府才正式将其追认为抗日烈士，并在1989年入列台北忠烈祠，名誉由此恢复。回到战场，11月8日晚，面对几十万大军面临被全歼的绝境，蒋介石终于下达了全线撤退命令。由于撤退的指令混乱，加上缺乏有组织的分段掩护与交通管制，以及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几十万大军挤在狭窄的公路与乡村小路上，各部队番号被打乱，撤退演变成了失控的大溃败。原本耗费巨资构筑，号称东方七个飞防线的吴福线与西城线，因守军的无序逃命和未及时进入，未能发挥主级作用。11月12日，随着最后一批守军撤离，上海市区全部陷落，淞沪会战宣告结束。在整场会战中，双方参战部队与战略资源的投入达到了空前规模。中国军队由第3战区统辖，先后投入了第9集团军、第15集团军、第18军等中央军精锐，以及桂军第21集团军、川军第26师与第20军、粤军第66军与第83军、湘军第8师、滇军第60军等地方增援部队，总兵力达75个师，共约70万人。而日本军队则由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与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指挥，多个精锐常备师团，总兵力约30万人。在核心武器装备与战力对比上，双方存在着巨大的代差。虽然中国军队在总人数上与日军之比约为2比1，但在重型野战炮和装甲力量方面，中国军队几乎不足日军1%，特别是海空支援方面，中国军队战机数量稀少且消耗迅速，水面舰艇几乎为零，而日军则完全垄断了海权与绝对制空权，这导致最终的伤亡对比呈现出惨烈的态势，国军伤亡比约为3比1。但不可否认的是，淞沪会战不但彻底打碎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还成功将日军的主攻方向从由北向南拉扯为由东向西，使其陷入了长江中下游水网交错的长期泥潭。同时，会战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掩护了华东地区数百家工业企业、高等院校及数十万吨战略物资向西南大后方转移，奠定了19抗战的工业基础。如今，淞沪会战的硝烟早已散去，黄浦江水依旧滔滔东流。当年黄浦江畔的那一片焦土，如今早已变成了繁华热闹的现代都市。4行仓库墙壁上那密密麻麻的弹孔，依然静静地向每一个后人诉说着1937年那个血火交织的秋冬，全体中华儿女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寸土不让。正是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淞沪会战结束，大家认为这场战役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国军哪位将领和哪一支部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如果这期节目让你看得热血沸腾，别忘了点赞、关注和转发，你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